了，每天都喝中药、扎针灸、吃叶酸，补充维生素 A、B、C、D、E、钙、铁、锌、硒、辅、镁、Q、10，基本每天送服一张元素周期表。我的身体在炼丹，再过3年我能生下一颗魔丸。前不久还在给我发消息，李希哈，你这个被资本硬捧的婆娘，你把冠军还给何广智，已经是冠军了。其次，我跟何广智是2个。不管我们的情绪是什么，我们小的时候面对草原，我们就会本能的吼出这么一声。大家好，我是小鹿啊。我最近呢在备孕啊，这句话你们是不是感觉什么时候在哪里听过？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在这里听过，还有前年的这个时候，在这里也听过啊。1年又1年过去，我的项目还没落地，我现在像个备孕界的老赖。再宽限我几天，下个月肯定怀。我现在9备不孕啊，家里人都不催了，他们甚至会开始帮我打圆场了。有那种亲戚问过来说：“哎呦，小鹿他们是不是身体有问题啊？”我爸妈：“哎呦，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他们身体没问题。”哎呦，这现在大环境有问题啊！什么 AI 外卖预制菜啊，还有她老公托马斯，他们家英国祖坟风水有问题啊！别听他俩瞎说什么备孕，其实私底下烟酒都来。我从来都不抽烟啊，现在也不喝酒了，每天都喝中药、扎针灸、吃叶酸，补充维生素 A、B、C、D、E、钙、铁、锌、硒、辅、镁、Q、10，基本每天送服一张元素周期表。我的身体在炼丹，再过3年我能生下一颗魔丸。我现在太补了，现在托马斯亲我一口都要流鼻血。亲完之后，哦呦，好上头的女人。托马斯也在喝中药。这个外国人喝了人生中第1口中药，就理解了为什么中国人形容努力要说吃苦。他现在吃的苦中苦，就为人造人。也理解了比冰美式更苦的只有热中式。我听说塑料包装里的微塑料是有可能会导致不孕的，所以我现在全面拒绝。刚才在后台，演员递过一瓶瓶装水，我说不用了不用了，我在备孕。他看了看那瓶水，以为自己递的是一瓶避子汤，又看了看我，那个眼神好像我是那种冷宫里的风妃。就在他的想象中，我肯定每天都在讲微塑料，微塑料，杀了微塑料。备孕需要情绪稳定。脱口秀最重要的就是情绪不稳定，所以我现在呢减少了演出现在每天11点前睡觉，不上社交媒体，不喜欢的人就不理拒绝有效社交，停止向外证明，全面自我中心。再这么发展下去，要么孩子出生，要么我出家。我朋友听完我的备孕日常之后跟我说：“哇，你现在好爱自己呀！”我说：“爱啥呀？我都是为了备孕。”他说：“你就是为了自己呀，你在善待和照顾自己。你想想，你现在都愿意为了自己暂缓事业生孩子了，还说不爱？妈呀，磕到了！我不爱江山爱自己。”我披着备孕的皮行爱自己之实，霸道自己爱上我。重生之我在苏州河畔爱上9备不孕的自己。哇，好先锋的 CP 呀！我写出这个段子的时候，我觉得 AI 永远都替代不了我，因为 AI 不会爱自己 ，AI 就没有自己。真的很像一个风飞。我现在太爱自己了，你想想，我都愿意复制自己的基因了，那相当于愿意把自己的专场放到线上了，说明我对自己太满意了。你想想，我去复制一个携带我的基因，但是又比我更好的小孩，那算不算遇见更好的自己？家人们，不要爱抽象的自己，去备具体的孕。备孕可以帮你挡掉所有你不喜欢的事情。
哎，你出去应酬，别人让你喝酒，你说啊不用了，我最近在爱自己，听起来像个走火入魔的嬷嬷。但如果你说我在备孕，哎，道德高地，对吧？周末团建不想去，我在备孕啊。对象想跟你亲热，我在备孕。不能熬夜，备孕太好了。我觉得备孕把爱自己具象化了。我现在沉迷备孕啊，我现在都有点怕怀上了。我甚至产生了一个疯狂的想法，我觉得如果全世界都开始认真的备孕的话，这个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你们先别骂，听我解释一下。首先，我们要破除对备孕的刻板印象，备孕不是怀孕，就像背单词不是考托福一样，不想生也可以背啊！不要因为你是一个单身男人、绝经女人或者100岁老人，就不去备孕。备孕是一种生活方式。备孕不是为了生人，是为了人生。如果全世界都开始认真备孕，世界和平，战争都打不起来，因为备孕的人上不了战场。我们不能熬夜，啊，不能接近有毒物质，不能情绪不稳定。你想想，那战场上炮弹一响，多少二手烟？无人机一炸，多少微塑料？啊，那坦克一开过来，你情绪多激动啊！看到举着坦克的吴京。哎，我现在沉迷备孕，我甚至还录了一个真人秀节目，全程记录我备孕，隐私全部暴露。托马斯啊，检查出了一些生育问题，非常的有损生育。我现在不能透露，反正播出你们看吧。可以说是一举推翻了大家对于外国男人的刻板印象。他现在啊，都开始顺着电线杆找偏方了。都说备孕的压力要越小越好，我这么真人秀、脱口秀的昭告天下之后呢，确实很难压力小了。啊，以前观众见到我啊，小鹿喜欢你，以后观众见到我啊，小鹿。加油！托马斯，你更是啊。总有朋友劝我说放松一点，说孩子呀，往往就是你最放松的时候就来了。真的吗？我最放松的状态，那就是熬夜、喝酒、吃外卖。啊，什么最放松，越放松的时候越能怀。那我这辈子最容易怀孕的时间，那就是我高考结束那个夏天。不可能，托马斯还在上小学。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放松的干成一件事情，因为我人生所有的经验都是这种竭尽全力之后先苦后甜，所以我会觉得这种久备不孕、苦尽甘来遇到你，才是我的孩子该拿的人生剧本。我希望我的孩子以后出生之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干了。备孕啊，改变了我很多。其实现在除了备孕之外的事情，我都放松了很多。比如说像今天魔王挑战赛，谁想来打败我什么的，我都非常的理解并祝福。非常的理解啊，大家都来吧啊！毕竟谁不想打败一个久备不孕的脆弱女人呢？开玩笑，开玩笑啊！我觉得脱口秀比赛啊，跟怀孕一样，努力很重要，很需要努力，也需要运气。很高兴能成为大家脱口秀的验孕棒，谢谢大家。去年比完赛，人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大家知道我离了婚吧？我被人追啦，追了1年呢，追着骂，骂成了我的微博金粉。前不久还在给我发消息，李希哈，你这个被资本硬捧的婆娘，你把冠军还给何广智。首先，何广智已经是冠军了。其次，我跟何广智是2个单位。朋友，你充个会员吧，对吧？你真的想让把冠军还回来，你看完，对吧？你看完你就知道这个消息，你发给翟佳宁啊，对吧？你但凡冲我一边都
会员，你都不至于来冲我嘛。去年1年被营销号真的裹挟疯了，那阴谋论完全把我弄得不行了，说节目剧本也写好了，疯了，说大宅被骂是因为李逵搅黄了武则天的登基仪式。还有人在下面评论，打死武则天。我当时开始没反应过来，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评论的时候，我当时很气，我说你们凭什么打死房主任？有什么冲我来？他给我私信骂的就是你那个。弹舌部分是一些不堪入耳的东西，我消化了一下啊，我就想着这个人是不是大宅的粉丝，我想点进去解释一下，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点进去，崩溃了，分裂了。置顶的2条帖子，第1条骂我，第2条骂翟佳宁。我当时就懵了，我说谁会做这么无聊的事情？这么无聊的事情一定不是水军干的，骂完冠军骂亚军，像季军干的，是吧？但别说啊，李逵搅黄了武则天的登基仪式，这要是拍成短剧。肯定好看，我绝对充值。这些营销号都太会写剧本了，感觉节目是他们办的一样。好，都说有剧本，我摊牌了。今年我也写好了剧本，已经有了。等一下比完赛，一个直升机直接从天而降，直接接到我，把我甩到浪姐舞台上，我就1天1。但是我太火了，我太忙了，还没等我1天完的时候，又一个直升机把我接到，甩到世界杯的舞台。我当时在那个球场上，我8脚怒射，捧起大力神杯，告诉世界中国有嘻哈。还有些营销号还没完啊，阴谋论真的疯了，说我抢完了翟佳宁的商务，一派胡言。我的商务内衣卫生巾。众所周知，翟佳宁她不来月经，虽然现在很多人说她每天都像在来的样子。她要是真的来月经，她肯定能代言卫生巾，广告语我都给她想好了，对吧？我的霸气永不侧漏。那段时间，身边朋友们、演员朋友们、俱乐部老板们都很担心我们被骂成这样，你们俩关系会不会受影响？是不是非常不好？完全没有，我俩被骂的最厉害那段时间，我们2个抖音天天续火花。翟佳宁给我发，你被骂了，我也被骂了。节目结束后呢，他好在虽然被骂了，但工作还是比较多，和他呢也一起参加过好多次活动。有一次我在化妆，就收到他的微信。嘻哈快了，哎吧，受不了了，我就知道现场出事了，他受不了了，我立马冲到现场，没办法了，就叫来迟，根本钻不进人群，因为我看到好多人围着他，拿着专业的设备对准他，然后他的周围全部都是很专业的打光灯，然后他的脸上就很惊慌。上一次见这样场景的时候，还是我的小猫绝育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一下就明白，原来长大就意味一定要失去一些东西。节目录制完被骂那段时间啊，有工作还好，还能转移一下注意力，一旦闲下来就不行了，特别痛苦，就特别想做一点别的事情去断掉这些信号，所以我去年就去考了飞行执照，因为起飞就彻底没有信号。第1天上飞机，我的带教师傅带着我飞到了最高点，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飞到最高点，我往下一看，看到广阔无垠的大地，看到广阔天空的时候，我的情绪一下上来了，我觉得自己太憋屈了。飞到最高的时候，我跟师傅说：“师傅，我要发泄一下。”我师傅看着我，你要搞什么飞机？我也没管了，我当时憋不住，我觉得很憋屈嘛，我就开始尖叫，我就尖叫，然后各种咆哮，各种发泄。尖叫完了之后，师傅在旁边不知所措，看着我说：“开了这么多年的飞机，也是第一次开到尖叫机。”我就很痛苦，当时发泄的时候，眼泪就在眼眶打转。我师傅看着我说：“你别想这么多，你把你想做的事情做好就行。”我说：“师傅，我想把飞机倒过来飞，这样我的眼泪就不会掉下来。”他说：“倒嘛，可以啊。”
你眼泪不会掉下来，我们就掉下去了。你要想一下，你为什么来学飞行嘛？我说我要在自己的航路上越飞越高，我要把人生的方向盘掌握在自己手上。师傅说高度太高了，我说我还没有开始上价值。他说老子说飞机高度太高了，往下压。还好，我跟师傅那天飞得非常的平稳，最后还是平稳下了飞机，就是落地了。下飞机的时候，我就跟师傅说：“我说师傅，刚刚我在飞机上发泄、尖叫、讲脏话那些事情，你知我知就好。”你不要跟别人说了，我不想大家看到我脆弱的一面。师傅说啊，刚刚那个频道的管制员全部都听到了，啊，我就觉得完了，我根本没有办法回到那个塔台。回塔台的时候，我就不敢抬头，那塔台的同事们好热情啊，赶紧过来，嘻哈，你飞得好棒，我们所有人全部听到你在飞机上用那个在天上用意大利语跟我们打招呼，在那里 c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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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ao。但是不得不说，那天飞完过后，我释然了很多，因为飞到天空的最高点，往下一看，你就会发现，飞得越高，地上的小人就会越多。真的。那个时候还有人骂我，就你这个样子，还想这个想那个，你怎么不上天？上天了，亲自驾驶飞机上天了，看透了。都说每年夏天大家都在期待新王登基，我也一样。我从当空姐那天开始，我每天都在登机。我登完机还要欢迎登机，所以谁登机了我都开心。而且航班多的是，这一趟登不上还有下一趟，没有航班了，现在我还可以自己飞。以前大家认识我的身份是空姐，现在请允许我向大家重新介绍一下我自己。大家好，我是开飞机的嘻哈。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海宇。说实话，朋友们，现在我的稿子是什么，我已经完全忘记了。我今天的表演主题只有几个字：关爱残疾人。太难了，朋友们。我走上这个通道，我第一次为我身体的健全而感到。你告诉我怎么打？中国历史上有谁一次性打过2个残疾人？只有我打了2个残疾人，都不一定会上热搜。我刚才在那儿待了20分钟，我在想，我有什么地方可以残疾一下？所有朋友往我这儿看，我的牙掉了一颗，你们觉得算吗？不是刚才打掉的，真的是前几天才掉的。所以接下来我的表演如果没有接住这段线挂，请大家不要怪我，因为我的技巧老掉牙了，不好意思。谢谢大家给我的热情，我们现在可以听正常人讲脱口秀了吗？可以，对不对？谢谢大家，我叫海宇，开始我的表演。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大家听过这个地方吗？感谢大家，因为跟人介绍家乡会很困难，基本上大家听到就会问，甘孜州是那个明星丁真那个甘孜州吗？我说对。他说那你把他的微信推给我一下。丁真对大家来说可能算明星，算网红，但他对我们这种小山区、藏区，他是我们的图腾。因为没有哪个明星比他走红的更简单了。传闻中，就出去买了2桶泡面。被拍了几张照片发出去，网上所有人网友炸了，说这个笑容太纯真了，他就火了。他火了之后，我身边所有藏族哥们儿疯了，说他有老子纯真吗？他懂微笑吗？他们觉得丁真走红的所有过程有一件事情格外的重要。买泡面。
你就说纯真不纯真？那段时间他们天天出门买泡面，我们县城超市老板出门买泡面。但凡看到大街上有游客拿着手机、照相机在那拍，他们就开始表演纯真。师傅，拿2桶那什么师傅。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大家会喜欢他，因为他很多时候接受采访会说藏语。我真的觉得，不管你这个人啊品性如何，你只要会说几句藏语，你给人的气质就会不一样。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所有的电视剧都被翻译成了藏语版，然后这个电视剧就没办法再看下去了。你们有没有看过藏语版的《古惑仔》？发生在香港的甘孜故事，山鸡哥哥说：“老今天卸你一条腿。”扎西德勒。你就说虔不虔诚？你听完感觉整个铜锣湾真的很需要你这一条腿。如果那个时候跟他们2个比赛，我早就捐出去了。《还珠格格》也是藏语版，多少人的青春，《还珠格格》说藏语，一个汉族人扮演的满族人在说藏语。我只接受容嬷嬷说这4个字，因为这样对紫薇可以好一点。你扎他一针，扎西德勒；再扎一针，扎西德勒。紫薇说：“哦，扎死得了，别扎了，别扎了，别扎了。”后面我就来到大城市，真的朋友们，我感受了大城市的生活。但是我有一个最大的感触是，我觉得像我这样在藏区长大的孩子，其实我们不太适合做单口喜剧，因为我们有点太快乐了。我也是来了大城市才知道什么是原生家庭。我们那边真的没有，我们原生态家庭。我当时有一个同桌，他高考前的数学模考考了137分，他跟我说他回家会被他的爸妈打死，原话打死。理由是他上次考了140分，退步了。我真不理解，我当时的心态就是那种非常传统的篮球教练。我想这3分有那么重要吗？考好了会紧张这个事情，我作为一个高原上长大的孩子，朋友们，我真的不能理解。因为在我们那边，所有的情绪表达都很简单，都只有一个出口，我称它为“给黑黑”。大家都没有听过，没关系，我会在这里跟大家示范一下，但是你们不要害怕。好不好？我不会突然变异。很简单，就是说，不管我们的情绪是什么，我们小的时候面对草原，我们就会本能的吼出这么一声。吼完之后，不管什么情绪都可以立刻消解。真的，小的时候我们放牛的时候会给黑黑，把牛做成牦牛肉会给黑黑。牦牛肉卖不出去，给黑黑；丁真直播把它卖出去了，给黑黑。全民给黑黑。所以我来到大城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跟我在这边最好的朋友分享。他听完以后不开心，他跟我说：“我觉得你这样吼就没有边界感呀，你当着陌生人面你这样吼你就没有边界感呀。”我们那边连边界都没有。所以我们敢。我总结过我生活的很快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那边的父母就这么养我们，你懂吗？他们对孩子没有什么期待，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什么货色。高原上真的没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因为他知道这么多年生活在那儿，高原上不长这个东西，全都是牛和马。
所以我也会有点割裂，因为牛马在我们老家真的是个褒义词，代表着自由、放纵、给嘿嘿。我觉得永远不会有一个藏区的牧民在放牛的时候，突然就看他们家的牛不顺眼，然后就开始骂他、抽他，说你今天为什么只吃了137根草啊？是不是最近没有认真上坡？你觉得你牛吗？你能不能学一下别人家的牛？早早的就去了某利某牛那种大厂。再不认真吃草，我跟你说，以后长大去当牛吹吹吧。所以吼出来真的很重要，朋友们。我在大城市待了很多年了，我身边大城市的朋友已经没有人有吼叫的能力了。你不学会吼叫，你在大城市待着，你就是会碰到障碍的。双向情感障碍、自恋型人格障碍、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大城市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障碍？就这些东西在我们老家统称为想得太多，也就是不给嘿嘿。我真的觉得高原上长大的孩子很难得 ADHD， 因为我当年 ABCD 都学了7、8年。你在我们那待着不可能注意力缺陷的，因为你能看到的东西就那么多。你稍微一缺陷，牛就丢了。所以，更文明真的会更快乐吗？我觉得不一定。今天你们很早就准备了，坐大巴来到这里，其实本质上是一种追星。你们很累，但你们在看到你们想看到的那些人的时候，你们会瞬间回到我的老家。对，就是现在这种声音。就我们刚才的这个情感交互，只有我们老家才会出现的。所以我把给嘿嘿推广给你们，你回家自己吼就可以了。它有很多应用场景，对吧？你们下次出差的时候可以带上它。高铁、飞机你就揣着它。你真要休息，旁边一个小孩开始哭，所有乘客不敢说话，就你站起来看着他，哎，小孩。你有没有骂他？你也没打他，甚至这句话跟他的爸爸妈妈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所有乘客都会向你投来一个眼神。所以大家有空的时候休息，可以去我们那边玩一玩，对吧？你们可以在大街上随便吼，当然你们也可以带上相机。如果能看到有人冲着你们笑，不要害怕，我们以为你们是星探。下一个丁甲要来了。我讲完了，朋友们，谢谢。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叫喵喵，也是一个北大的学生，但是跟雪琴姐跟谢谢不一样，是靠踢足球体育特长考上的。这个身份就很割裂了。在北大踢足球这句话念起来有一种从夯到拉的感觉。大家很热情，很捧场，但是在同龄人眼里，小体育生的风评极差。我之前在网上刷到过一个帖子，他问体育生和边牧谁聪明。投票的结果是我们赢了。因为边牧不会点举报。但考上北大不一样，大家会误以为你学习很好。之前有那种教培机构找我说，让我给他们孩子做一堂高考经验分享。我说我吗？我咋分享啊？我往那一站，我说咱们各个学科就抓大放小啊，什么语数外物化生政史地，咱们就先放一放。不能误人子弟，赶紧去跟老师交涉。我说别搞，人家高考。他说2万，我说好。
分享前给我发了张单子，是他们班同学的基本情况。我一看是他们当地最优秀的一批孩子，模拟考680，3模比我1模2模加起来都高。聊到文理分科，一个弟弟小手一举：“哥哥，你是哪科的状元？”哥哥是武状元。最后2万块钱没拿到，因为给他们分享知识点的时候，我说你们就多背背那些知识点啊，那些什么 cos 45度什么的。努力努力，不要做一个直垮子弟。就朋友们那件事之后，我会刻意的装一个高考状元，来弥补自己20年所缺失的学历崇拜。但朋友们，就我这张脸吧，它长得有点太体育了。就我云南老家高强度的紫外线，加上长期风吹日晒的训练，导致哥们儿看起来像一头沸羊羊。这外貌真是没有什么办法改变了，只能通过穿搭改变自己。想把自己打扮得非常的学院派，想把自己打扮成那种 hot nerd。朋友们，因为我从小就在体训队生活，我没有见过这些700多分的人。在我的刻板印象里，这些高考状元上课，他就应该穿得跟领诺贝尔奖一样。哥们儿的第一堂文化课是穿着西装去上，就是那种高定礼服、金丝眼镜。走到班里，老师都迷糊，他说：“同学，我们一堂思想政治课，你为什么要穿的这么小资呢？”同桌在旁边起哄：“哥们儿要 cos 资本家。”我说：“不，念 cosine 资本家。”关键朋友们，就这堂课下课之后，我立马就要去踢球，所以我那套衣服里还穿着自己的球衣。但那种高级衬衫吧，它有点太透了，就你球衣的细节能够透过衬衫看得一清二楚。完全没反应过来这个事儿，是回答完问题，老师鼓励我，他说：“感谢68号同学的精彩分享。”我今年大4了，朋友们，我今年大4了。我对北京的这个城市印象非常的一般，因为它有的东西那个物价实在是有点太超乎我的想象了。之前谈恋爱跟对象出去买花，挑了一捧，店员很不熟练的帮我包好了花，然后很熟练的拿出了收款码，跟我说：“先生你好，一共898。”不是，哎，各位，贵。头一次买花用上了花呗。贷款买花，花活不到我还款还完，就你分期没到头，花期到头了，分期到头了，花到头期了。我的素质我是可以逃单的，但我对象就在旁边看着我，当时那个画面对我这种有大男子主义的小男子汉有点太不友好了。那个店员拿着那个扫码枪，像一把真枪一样，就这么对着我。哎呦，我就只能哆哆嗦嗦的，又从自己的兜里掏出了手机，然后呢，点开了自己的公交码，然后对扫码枪贴了上去。哎，朋友们，我当时就是在想了，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咱们中国那么多人，就有那么一个人，他的付款码长得跟我的公交码一模一样？没有。还想挣扎一下，我在那跟那个店员我说：“你今天一定要给我个理由，你这花到底凭什么这么贵啊？”他说：“先生，是这样的，我们的花都是从美丽的彩云之南空运过来的。”我说：“哪里空运过来的？”哎，各位，全云南最不值钱的东西就是花啊！有没有人管管？你一个东西从老家到北京的溢价那么严重，我以后买花带过去那都算走私了。以后我过海关的时候就是带着个斗笠，背着个背篓，反正你们刻板印象里云南人就是这种样子。然后过了那个海关，机器也不响，但是警犬突然开始狂吠，安检人员神色凝重，海洛因不康乃馨。围观群众一哄而上，一起把我摁在地上，打开背篓，大惊失色。哎呦，狡猾的云南人，竟然把鲜花藏在了饼里。我很不理解为什么现在北京的高端餐饮都标榜自己的食材是从云南空运过来的，什么云南黄牛、云南野菜、云南水果，站在北京的市中心我都迷糊。我说前2年不是走出大山了吗？
哎，能理解吗，朋友们？就是我高考毕业的时候，面对云南满地的瓜果蔬菜，我说 OK， 你们很好，但我要去首都大城市追寻我的梦想。到了北京，勤工俭学，发愤图强，攒了一大笔钱，总算坐进了那个高级餐厅。来之前，哥们儿还在那演练的那个服务生走过来说 ，May I help you, sir？ 我说啊 ，Could you give me a bottle of water？ 餐前水果一端上来，服务员说：“小伙子，这个水果是你云南老家呢？”讲完了，谢谢。第一年参加节目，很荣幸见到大家。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刘大卫，是艺名。能听得出来，虽然叫大卫啊，但其实看起来更小松一点。长这样也没办法，出生在一个很小的城市，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边境之城，小城市嘛，它的教育方式、教育理念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原始。比如说我妈就特别信奉那种爽肤水式的教育，就是为了让你吸收，会轻拍你的面部。开个玩笑，别太紧张啊。不是轻拍。即使这样，大部分时间还是我妈教育我，因为我爸这个人不善言谈，我妈就是单纯不善。辅导作业也是，甭管是语文还是数学，最后都是物理。经典力学。就是这个声音。它有点太经典了，已知啊，我妈的巴掌40牛顿。请问一巴掌可以给我拍多远？答案是无限，因为我妈对外声称我们家没有摩擦。但说起来轻巧，其实小时候确实被打得挺狠的。最狠的一次是我小时候因为不写作业，我妈打完我之后还不解气，让我只穿着内裤在楼道里站着。哎，我不觉得难过，你们也不要觉得难过，我只觉得有点荒谬。我往那一站，跟海尔兄弟丢了一个似的。我说干嘛？我学习不好，你给我报个班儿，或者咱们两个聊嘛，没必要这样。那冬天楼道里挺冷的，我甚至都怀疑他这么干的动机是因为我姥拦他的时候说的那句“你动他一下试试”理解错了。邻居下夜班回来说：“哎呦，孩子，你怎么不进去？”我能说什么？我说你看不出来吗？我哪有地儿放钥匙啊？有兜吗？但即使这样，我还是愿意每年都回去跟他们待一段时间。我也建议大家抽出固定的时间陪陪爸妈，因为你太长时间不见他们，你就非常容易忘了当初为什么搬出来。前2年有一个观点叫把自己重新养一遍。我其实从很早开始就做这件事儿了，16年大学毕业到现在，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我现在是一个10岁孩子的父亲。这个逻辑很好盘吧？我今年31岁，能看出来吗？行，确实有点显老是吧？可以理解，要孩子要早嘛。做点让自己开心的事儿。抗争第一步就是开始蓄长发。我第1年留长发回家，我妈气疯了，瞅我，这都不是劝我，恐吓我，感觉我不是在蓄发，我是在出轨。吓唬你的话也都是一样的，等你睡着了，就给你那玩意儿剪了。就留。你说我娘，我认了。10岁的孩子需要一个母亲。其实不光是我希望下一代的孩子能够过得更自由、开心、自在一点。替我姐带孩子，我外甥在我家把玻璃杯打碎了。我说没事的，没关系的，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对吧？他才3岁，
他连句整话都不会说。我知道他为什么害怕，打完杯，哎呀，我知道他为啥害怕，因为我3岁的时候我也打碎过玻璃杯。我妈别说跟我讲道理，我妈可以打到我说整话，我妈可以打到我说英语 ，help， 纯求救。长辈总说你不能对孩子这么宽容，你得对他严厉一点儿，棍棒底下出孝子，知不知道？大家都听过这句话吧？我非常讨厌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有一点幸存者偏差。有没有可能那个孝子也不是打出来的，是活剩下的？但幸亏流传下来的是棍棒底下出孝子，还能剩点。那要搁刀枪底下就都没了。你不能拿刀枪去教育孩子吧？你不能指望那孩子跟武术表演似的，爸妈这边红缨枪都朝脑袋扎过来了，孩子来。你不能把孝子的生产率压在他的闪避率上吧？我也不是说指望以后的孩子多跋扈，多不能管，可以管，咱们分方式方法。但你不要管完之后，你还给我们扣帽子，说你们这代小孩子不能打不能骂的，都是小皇帝。哎，你叫我皇帝可以啊，那你是不是应该给我皇帝应该有的待遇？我爸妈天天在家弑君，也没见你来救驾呀。我来面试这个节目的时候，导演问我说：“哎，老师，原生家庭这个赛道有点太拥挤了，你有没有什么特殊人设呀？”我说：“这段子，这造型看不出来吗？溥仪。”其实朕有的时候也在社交媒体上去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小时候的一些经历，寻求认同，互相疗愈。有一个评论我看的还挺心里咯噔一下的，说：“哎，孩子，我知道你小时候过得很辛苦，但你有没有想过，你期待的那些爱，你的父母也没有享受到过。”我说又更新了。我说前2年不是还原生家庭的问题吗？现在是原生祖坟的问题了。但我觉得他说的还挺有道理的，我也尝试按照他的建议去修补这段关系。所以我今年回家，我妈又一次吵我，我说 OK 妈，我知道了，我也爱你。我妈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我妈哭得不行了，搂着我开始说：“儿子，你是不是得癌了？”哎，那要不借这就先把头发剪了吧？其实这个段子到这就结束了。最后想跟大家说点心里话。刚才听了大老王的段子，确实心里很有感触。那样的父亲，那样的母亲，那样的孩子，很融洽。但不是所有的故事一开始都是完美的。我选择原生家庭这个赛道去写段子的原因是，如果你一直拿它是个问题，那它永远会压着你。需要一个东西去调侃，去解构，让它变得轻松一点。因为它本质上就是场猜拳游戏。当你发现对面只会出布的时候，出剪刀就好了。我是一个来自内蒙的3甲中医院的中医。真是中医啊！别问了啊，中医治不了脱发，别问了。有的也能治啊。当大夫压力特别大，是吧？你看我为什么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啊？你看我还不明白吗？对吧？你说我一个90后，但怎么这儿排练过是怎么？怎么了？90年的，行吧？哎，没有人冒充90年的，那不像90后，也不是我的责任，对吧？你说我长得胖，那是我专门吃成这样的吗？不是，从小就胖。第一次看见镜子，里面就有一个胖子。我减肥难是因为我这个基因啊，和那些从小就瘦的人不一样。真我发现了，我跟那些从小就瘦的人没法交流。啊，就我有一个朋友，哎呦，从小就瘦，哎呀，那瘦的呀，怎么形容呢？
就是那贵宾站起来了，对，也留一个那个咸鱼那样那个贵宾头。对，我就是嫉妒，行吧？啊，他说话有时候我跟他没法交流。哇，前两天中午碰着他了，就随口打个招呼，我就哟，这不斌哥吗？啊，中午吃什么了？中午吃了吗？他说那话我都听不懂。啊，中午啊，我没吃，我忘了，这是人话吗？他吃饭能忘？这不有个闹钟呢吗？这是。我这辈子就没因为任何一件事儿耽误过任何一顿饭。吃饭就是我的正事儿，就连初恋跟我分手那天，哎呀，我就感觉天都塌了，我人都碎了，我瘫那儿就不能动了，我一直躺着，一直躺着，一直躺着，到中午12点自己就起来了。当时脑里头就一个想法，哎呀，赶紧让我死吧，哎呀，但绝不是饿死。所以我当时我就问他啊，要不你瘦呢？一顿不吃能忘了是吧？我这不行，我这记性太好。一顿不吃都不行，吃点就胖，多烦人。他下一句话更可恨，啊，你想瘦啊？那还不简单吗？你每顿吃7分饱不就行了？这就更不是人话了。什么叫7分饱啊？那叫3分饿呀。我还饿着呢，我就不明白这个7分饱是哪儿来的？那几分饱，难道不应该从饱的那一瞬间开始算吗？饱就是饱，饿就是饿，对吧？你比方说我活了36岁，你跑过来跟我说，你这叫活了7分死，讲理不讲理了是吧？所以当时我也质问他呀，我说我怎么7分饱？我坐秤上吃，我7分饱，我平时吃24分饱啊。他说他让我吃减脂餐，说人家配好了，吃完正好7分饱。我就买了一份还减脂餐，我打开一看就明白了，绝对减脂。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太开胃了。朋友们，那减脂餐就是3个凉菜拼的，啊，大拌菜、鸡胸肉、荞麦面、油醋汁、酸酸甜甜那么一拌，那吃完哪是7分饱啊？那10分的饿呀。你们知道吗？在我们内蒙吃完这3样就必须要上肘子了。这一份减脂餐吃进去，我这身体马上就调整到迎接肘子的状态了。好家伙，这减脂餐主菜就是一沙拉，朋友们，那沙拉真的是人类的食物吗？那沙拉会不会是有毒啊？为什么我每次吃完沙拉肚子是鼓的，心是空的？我把我这辈子委屈事儿都想起来了。我吃完我这减脂餐赶紧睡觉是吧？睡着不就不饿了吗？我趁那菜叶子在里头还有点支撑性，我赶紧睡觉。哎呀，睡到后半夜我就感觉我这个肚子里啊有一只手在找肘子啊，我就感觉我的胃在拽我的食道，肘子呢？我都做噩梦啊，就一只手顺着食道往上爬呀，肘子。我又惊醒啊，起来赶紧外卖一碗猪脚饭啊，夸夸一吃，第2天长4斤啊，好减脂餐啊！天啊，7分饱啊，减脂餐。朋友们，你们如果没有体会过一只手在肚子里找肘子的感觉啊，你轻易不要过来跟我说怎么减肥。我跟你说，网上那些减肥小妙招啊，都是那些从小就瘦的人编出来的，我能看出来，那说的都是胡话。我研究好长时间减肥了，人就这么告诉我，直眉瞪眼告诉我，减肥最好的方法是带着饥饿感入睡。我为什么睡不着，你不知道吗？我不是让饿醒的吗？你让我带我就带呀，带着饥饿感入睡，你怎么不让我带着金牌直接晋级呢？我就感觉大部分人理解不了我对食物的感受，真的，我真发现了。前2天微博上看一热搜，哎呀，那热搜说，我都没有想到有那么多人有那种想法，我真的理解不了。他居然说什么？他说可乐只有第1口最好喝。他说3块一罐可乐，第1口能值2块5，我就不明白了，那可乐哪口不好喝呀？我咋觉得每一口都那么好喝呢？而且我一般喝可乐也就2口。
3块可乐，呱，就剩这么多了。那我确实第一口2块5。那是你容量限制了我的发挥啊！你要给我8升可乐，我口2块5。谢谢大家。相信大家能看得出来啊，长得男女小少的。28岁是个女生。谢谢。现在上来之后会先报一下我的基础信息，因为确实之前会听到台下有观众小声的问，多大呀？男孩女孩啊？我就感觉我刚在台上被接生出来了。平时也经常会被认成小朋友。我遇到过那种特别执着的人，就他一旦认定我是小朋友，他就认定我是小朋友。前2天我去买菜，遇到了一个大姐，大姐看见我就说：“这么小就一个人出来买菜啊？”我是个大人，真懂事儿。这么点儿就开始学做大人啦？我28了，这么小就28啦？就你真的是拦不住他。然后我身边有些朋友就会说：“哎，你这个劲儿有点像《家有儿女》里的刘星。”我觉得特别好，下回再有人把我认成小朋友，我就知道怎么回他了。跟我说学习了吗？我说学了，忘了学，忘了还得学。我去理发店，托尼老师问我小朋友头发怎么弄啊？我想把这玩意儿成绿的。跟大家聊聊之前的经历，我之前是一个跳水运动员。有朋友可能会想啊，这个号就长对了，确实个子小更容易压水花，所以我身边就有朋友就说：“哎，你长得这么小，都没喝过牛奶吧？”哎呦，我说对，牛奶这玩意儿我可不敢沾呐，但凡要是沾了，这辈子可就完了。从小都是喝可乐长大的，这样才能促进钙流失啊。跳水它确实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运动，所以有一些朋友会问我一些问题。我听过最离谱的就是说：“小马，你是练跳水的，那你会游泳吗？不然呢？练跳水不会游泳，那这个项目岂不是很废人？一次性跳水。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们跳下去之后得看水花了，为了方便知道从哪儿掉下去的呀。想象一下，我一个向前翻腾3周半，唰，救援大哥拿着网兜，哪儿呢？孩子掉哪儿去了？哟，活着的。能听得出来啊，之前在天津练的跳水。现在提到跳水，大家第一个能想到的人是小马，对吧？我听到了啊，全红婵大家都知道全红婵是奥运会冠军，我之前得过亚洲锦标赛冠军。哎呦，谢谢，成绩还行，但确实没多少人认识。我这个成绩的知名度就相当于音乐圈的淡曾尼玛。就这种感觉。他是好声音第7届的冠军今天因为有我，他变得更有名了。我主要跳的项目是10米台，比我高一点我教练跟我说，你这个小个儿就适合跳10米台，你比那些高个儿的灵活。你想，你跟姚明同时在空中旋转，你翻腾720接转体，他翻腾720接120。告诉我，女子10米跳台这个项目的黄金身高是1.4米或者1.5米，1.4米奥运冠军，1.5米亚锦赛冠军，1.6米应该是沾牛奶了。所以为了挑到这样的好苗子，我都能感受到教练对于小个子的那种痴迷。我去参加选拔的时候，看见一个教练跟另外一个教练说：“哎，那孩子的身高是个好苗子，你看他爸妈捡东西都没弯腰。”他爸妈是黑猩猩吗？
我第一次站在10米的时候，8岁，真的很害怕，我不敢往下跳，我教练就开始鼓励我：“小马，你就这样想，很多练跳水的奥运会冠军都是从这儿跳下去的。他们拿了金牌之后，照片都挂上了。你想挂吗？我想挂，但你得保证照片是彩色的。”有一回我就把这个事儿跟我闺蜜聊了一下，我闺蜜知道我是跳10米的，她就觉得我很勇敢。现在我站到高处，她都不觉得有危险，甚至对我产生了一丝期待。前段时间我跟她一块儿去贵州黄果树瀑布玩儿，我站在那个顶端往下看，我闺蜜说来一个。我说你疯了吗？旁边有个阿姨都吓坏了，哟，这娘俩干嘛呢？我是个大人，我买票来的。哎呦，真懂事儿。我其实练跳水练了11年，然后每天都是好不容易爬到10米，2秒就跳下来了。我就感觉我好像每天努力往上爬，就是为了这2秒。我闺蜜跟我说：“哎，不要这么悲观。你想，虽然你在空中的时间很短暂，但流星划过天空也是这样的，很短暂，但是很唯美。流星？我想把这玩意儿成绿的。”哎，楼上楼下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徐指导。去年刚刚也聊到了，讲了一下我的书法家爷爷徐德伦先生被诈骗的故事。我爷爷很聪明，播出以后做了个小某书号，1个月的时间涨了1万粉丝，我自己涨了1200。我努力了1年，我没追上的。哎，你们有人刷到或者关注他那个号吗？取关他。就我现在都分不清我家谁上的节目。那天看到个营销号发我的视频，标题叫徐德伦孙子脱口秀。各位，我要早知道徐德伦这3个字去年传播比我快这么多，我真后悔了。我去年在这个舞台我就应该说大家好，我叫徐德伦。希望你们关注一下我的爷爷徐指导啊。我去年一边录节目一边还在北京上班，节目组听说以后就非要去我单位拍一下我工作的1天，公司没让他们进。于是这个节目组为了能够拍到我真实工作的1天，可以说是非常天才的，在外面租了个办公室让我去上班。各位，那是个礼拜3，我请假去的。这个请假理由是太难写了，领导，我想上外面上1天班啊。本身我领导就挺烦我，我记得我入职，他给我的第一个工作是把我派到我们在海南的一个旗下的免税打折的那种商场，让我去支援卖那种打折免税的奢侈品。但各位，我是那种对奢侈品价格完全不懂的人，我真丢大人了。我去第1天，那个领导拿了一个打了2折的围巾跟我们介绍1800，其他人都惊呼真便宜，就我提问，我说那打完折呢？后来这个领导按照能力给我们几个新来的分配工作，这个同事 A 卖包，因为他懂包；同事 B 卖鞋，因为他懂鞋；安排我安保，因为他懂我。我那个主要工作防盗就可以翻译过来就是抓小偷，就你们也能理解，因为有很多人他商场里逛街的时候逛着会觉得你们这个折扣力度还是不够大，决定自己动手。我们碰上个大爷穿上我们那个加拿大鹅的羽绒服就要往外走，我拦他以后，他跟我说是从家里穿过来的。哎，我一直以为我们店里的大鹅都是加拿大来的，我没想到还有加拿来的。但我愿意相信有的顾客就是会穿着羽绒服来逛街，毕竟那天的海南38度，就他下半身还穿着短裤呢。一个上半身穿着像在南极的人，下半身居然就一条南极人。那个长宽羽绒服一穿，我都看不见他短裤了。我说太潮流了，大爷，下身失踪。只见他旁边那个羽绒服模特，上身失踪。你感觉谁用鼠标把衣服挪大爷身上了？换装游戏，奇迹大爷。穿的暖暖，大爷第2天卷土重来，那是更加凶猛，从帽子到鞋全是我们店里的。就他往外一走，我以为哪个模特活了。
而且我觉得他直接扒模特身上，这个偷东西方式也太可怕了。你说我哪天要是站在那个店门口站岗，我要是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安保服给我穿走了啊！每天过来扒2件衣服，大爷，我天天就得防他扒衣服。我那阵那个工作干得跟个阿凡提一样，我天天就研究怎么智斗这个扒衣老爷。我领导安慰我说，服务业就是这样，什么都有可能碰到。我说，关键我现在干的工作性质也太像畜牧业了，每天就是负责把跑出来的加拿大鹅赶回屋子里面，偶尔还让我抓捕几只始祖鸟什么的。现在，但这份工作给我带来最大的困扰是请假非常困难。去年第1轮来录节目那2天，我痛风发作非常严重，就实在是出不了门啊。这几句是跟我领导说的。到了这边以后，我发现。录节目那2天，我们中午12点到晚上10点要收手机。我那天晚上10点一出来的时候，我满屏幕好几十条，我领导远程找我干活，质问我为什么这个失联的消息，我真是百口莫辩，我压力爆大，我想跟他胡说八道。我说不好意思，领导，那个其实下午那个不好意思，这不小心这个死了，我跳出还行，被复活了。因为我又痛风请的假，我真没什么办法。我最后憋出来一句，我下午痛晕过去了。我说领导，你有什么事儿啊？明天上午提前跟我说，因为我大概明天还是12点晕过去。下周还让不让我晕，就看那几个坐着的大夫拍不拍手术灯了啊。妙手回春，妙手回春。但我说实话，我去年就是用的那种合法合规的年假来的。我不大理解为什么有的领导你用这种合法合规的年假，他会拼命的刨根问底问你的理由。我说家里有点私事，什么私事？出去旅游，去哪旅游？我说陕西，陕西有什么可玩的？我说陕西有秦始皇陵啊，我得去看看那些不让手下休息的暴君是怎么死的。说实话，现在请假压力，你们不觉得吗？有点太大。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大概过2个月想参加个婚礼，请1天年假，那真是提前快半年就跟我们几个关系好的去研究，在什么时机用什么话术给领导送什么东西，领导才能答应他。我说你要跟你领导求婚呢，你是怎么跟你领导请的假？你跟他说的该不会是那个领导嫁给我吧？领导但凡一犹豫，我们在边上帮着起哄，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以后我请假，你们几个都来啊！我说，那你以后没病也能请下来病假了，毕竟嫁给你是无论健康或疾病嘛。但病假是我心理压力最大的一种假，就我从来不敢休病假，请到我病完全好透那天，因为那样没法跟领导证明我病过。我前段时间崴脚还挺严重，拄了几天拐。我请完病假以后，我休完以后刚好隔了个周末，就我恢复有点太快了。我上班那天我有点健步如飞了。那天我内耗了一早上，我决定在公司楼下找个医疗器械店再买套拐。但各位，装瘸这个事儿啊，真的很容易忘的。我当时发现那个打卡机还有20-30秒算我上班迟到，一群新同事看着我扛着双拐飞奔，那个姿势像一个拉黄包车的忘带车了。关键他们看着我打完卡立刻就瘸了，这还不是那天最尴尬的。我领导找我交接我不在这几天的工作内容，各位我真不知道我怎么做到的，我真不知道我怎么做到的，我给拐落领导办公室里。怎么回去拿呀？我不能现在回去，不好意思，领导，我这个爬了好几步啊，过来啊，聊的时间有点长，好了，好不好？我现在那个拐还在领导办公室里，没什么机会拿了。因为这次来上海之前离职了，感谢各位。主要我这么考虑的，这段节目一播出，我这辈子都请不下来假了。那我还不如干脆请个这辈子的假。谢谢各位，谢谢你们。哎，大家好，大家好，我叫杨崽儿。谢谢大家啊！我是一个建筑师。朋友们，你们知道建筑师之间一般相互称呼，特别喜欢叫别人什么工是吧？对，像张工，我们公司就这么叫，就连我们公司养的狗都叫黄工，多么具有狗文关怀的公司。
我本人也姓黄。为了避免重名，他们叫我大黄。我不是很喜欢自己的姓，你说我为什么非得跟我爸姓？也没有人认识他。但我爷爷的名字大家应该都听说过，黄忠。显然啊，我的爷爷不是五虎上将的一员，当然也不是一名射手。这是我的爷爷给他自己改的名字，但改的理由竟然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看完《三国演义》，最崇拜黄忠。哎，我真没想到改名这个行为在我爷那儿，他能成为一种应援方式。问题是，我爷他本来姓张。能明白吗？就实际上我和我爸全跟了我爷偶像的姓儿。你们要知道，历史上真正的黄忠是没有后代的，我爷给人家续上了。我感觉我爷当时抱本书在那看着看着，突然一拍大腿，黄忠，太帅了！我要给你生孩子。当时我爷随便把自己姓给改了，家里人也没有反对，因为我爷这个人他没有生育能力。就是我父亲的亲爹其实是我爷爷的哥哥，啊，这个能捋明白吧？这个，这里说的哥哥指的不是黄忠啊。家里人看他也没法传宗接代了，实际上根本就不在乎他姓啥。就在家里人眼里，你生是老张家的人，不生就不是了。现在看来很荒诞的观念，你没有生育能力，就没有性张力。我的爷爷不光给自己起名很随意，就连我的曾用名黄锦言也是我爷起的，名字本身很普通，直到我爸告诉我，我爷的父亲叫张锦言。正常人谁给孙子这么起名啊？郭麒麟的孙子马德刚。说是我爷特别喜欢锦言这个名字，那我问我爸为啥你没叫黄锦言呢？他说因为那时候锦言还活着。有一个这样的爷爷，就导致我对那种传统的宗族观念没有什么感觉。小学的时候，班里有个同学总跟大家显摆，我家家谱最上面，岳飞。大家都觉得哇，好厉害。就我感觉，那不定咋回事呢？那没准就是咱们两家老祖宗当年看了不一样的书而已嘛。岳飞能咋的呀？黄忠放学能来接我。而且现在有时候看网上一帮人在那吵，孩子到底应该跟爸姓还是跟妈姓？我寻思是争什么呀？只有这两种选择吗？假如啊，我是说假如，我的父母是雷军和董明珠，那他俩有必要争一下。你要是孙富贵和董明珠，还有什么争的必要吗？我不仅想姓董，我甚至想姓董明珠。那我还叫什么杨崽儿啊？我就叫董明珠崽儿。但我爸就是一个普通人，可是他依然保持着那种传统宗族观念下对自己姓氏的自豪感。我爸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咱出去那可都老黄家人。”
我不知道他骄傲什么。我说咱老黄家不就咱仨人吗？而且咱也不是那正经老黄家人呢，咱不属于是那乡黄家人吗？咱们呢？如果我能选择自己的姓的话，我肯定不想跟我爸姓。我也不是嫌弃他，主要既然我爷的姓是这么来的，那咱家这个姓它真没什么必须得往下传的必要。那别人家传姓传的都是香火，咱在这传的是个什么玩意儿啊？这是粉丝灯牌。我感觉咱家生孩子，孩子那姓就应该先空着，咱就无姓繁殖。孩子姓啥就看孩子喜欢啥，多好，一家人百家姓。我爸也有自己的偶像，但凡他再多那么一点魄力，现在我家黄忠的儿子邓丽君。你看我爷生不了，他就不在乎自己姓啥；我爸能生，他就会在意这个。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生。但我爸曾经跟我说过，我没准有可能也没有生育能力，有可能是咱们家这一支基因里面就带这个。我寻思那啥意思？咋的？没有生育能力还能遗传呢？啊，骡子还能生出骡子了？我没有去查过，但我女朋友前段时间去算命，带回了2个关键信息。一是大师说你现在的男朋友是你的正缘，二是说你一生无儿无女。我寻思这样的话，我也没有必要在意自己姓啥了，我可以姓张，也可以姓黄，我甚至可以姓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老有人说孩子跟爸姓是因为父权，我觉得姓啥这个事儿，子孙也该有子孙的权利，啊，我支持孙权。稍等，稍等，还差一句。再问我和我爷黄忠什么关系？各为其主。所以谢谢大家，我是黄忠的孙子，周瑜，来自北京大学的李雪琴同学。李雪琴呐！哎呀，不是，你这通知书上面有名字是吧？哦，对啊，有名的。有名的你不知道哪个是我的？哎，那个魔法学院是我的。哦，这个魔法职业技术学院是魔法你的。技校啊！不是，别人全名叫霍格沃茨魔法学院。哪学不一样？上学去吧。哎，行，那我记得上学之前要先买一根魔杖。欢迎光临魔杖店，请随意挑选。咱这有什么魔杖？哦，同学，我们这儿卖的最好的魔杖是这一款。哦，魔法与科学的结合。哦，全新的智能魔杖。哦，简称智障。自己留着用。自己留着用，我觉得特别搭你。你试一下这支。哎，这个看起来跟电影里面很像。哎，我就要这个了。哎，同学啊，我们今天这个买1赠1。哦，魔杖也搞买1赠1。啊，不是，你扫一下我们这个魔法2维码，邀请3位新巫师帮你砍2棍。魔多多。有了解过？哎呀，别整这些了，我觉得这魔杖不错，我准备拿了就上学去了。哎，同学，哎，新生入学可以带只自己的魔法宠物，有了解过吗？魔法宠物我了解的，什么猫啊、猫头鹰、蟾蜍，什么很神奇的。校长已经把你的给安排好了。哦，它的头是魔法生物最神秘的羊头。哦，羊头。它的尾巴是攻击力最强的蝎子尾。哦，同学拿好你的羊蝎子。羊蝎子。魔法宠物是魔法食物呀，多乖呀！哎，那没什么事儿，我就上学去了。各位刚入学的同学们，大家这边排好队。哦，长头发老头应该是我们校长。
格兰芬多。哦，分院帽分学院，我也看过这一段。斯莱特林。哦，斯莱特林，我也想去这个学院，看看我给分哪个学院。播音主持。播音主持啊！恭喜你哈！播音主持的。好，我为什么是播音主持的呀？哦，同学，你报我们魔法学院的时候，是不是勾选了这个服从调剂了？你服从调剂调有的学院呀，魔法学院哪来的播音主持啊？这2年学院专升本，我们扩招了一批艺术生。真是魔法技校哎，这校长哎，那你让我回去上课吧。上课哎，学点魔法什么的。同学们，哎，咱们这节上魔咒课。哦，要学施法了。今天老师教给大家的咒语是漂浮咒。哦，漂浮咒。这个咒语可以让东西升起来。哦，升起来。注意老师的手势。起，落，起，落。大家再注意了，起。哎，老师，我怎么没注意到是什么东西升起来呢？老师的血压。血压呀！另外，老师在起的时候不要打断老师。哎，老师落，老师落。上个课给老师上死了。班长先带上自习。魔法学院上自习，不应该有个什么代课老师之类的吗？整个3楼就咱班最乱。你是个中国老师，你是？咱们这节上我的魔药课。哦，要制药了。大家把制药的那个大干锅都拿出来。大干锅给拿出来。跟着老师的指令往干锅里面加入干蛇皮。磨碎的蛇牙，熄火之后再加入豪猪刺，这样我们就得到了魔药布洛芬。布洛芬啊，不是老师，这不是现实世界的药吗？可能有同学这时候就会问了，老师，这不是现实世界药吗？有病啊！大家注意了啊，魔药布洛芬跟现实世界的不一样，可以走医保，完全一样。哎呀，老师，你有没有点真才实学教一下呀？时间来不及了，来不及了！黑巫师已经打到学校门口了。来了！对，同学，该你保护学校了。上！该我保护学校了。我一个大一新生。那现在整个学校只有你了，你说怎么办？哎呀，那硬着头皮上吧。你就是黑巫师，同学，你好大的胆子呀！嗯，哪个学院的？你别管我是哪个学院的，今天只要我在这儿，你就休想得逞。播音主持被他听出来了，被他听出来了，再用这说话，如此小众的学院，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是怎么知道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晚上好，学长、学弟。但我不管你是学长学弟，今天只要我在这儿，你就休想伤害我的老师和同学。那就别怪学长心狠手辣了。阿瓦达出牛气！想不到吧？我在看电影的时候也学了一些魔咒。魔杖飞来。想不到吧？我也看过电影。黑巫师也看电影学的。废话少说，受死吧！阿瓦达出牛气！想不到吧？我的魔杖是买1赠1的。多亏了有3位新巫师帮我砍2棍呀！你有魔杖又能怎么样？你今天刚上学，你不会任何魔法。那今天最后赢的人，什么东西蛰我？一半是羊，一半是蝎子。是羊蝎子！羊蝎子，你立功了，羊蝎子！羊蝎子，校长。你来了，校长。同学，你真的把黑巫师干掉了？对，我干掉了。你以后就是我们学校的英雄了。太好了，我们要把你的名字刻在学校大门上，让所有人都记住这3个字。好方舟，羊蝎子。哎，哪个名字呀？够了吧？你谢大家。谢谢古语，清楚漂亮。饭才回来了。
血压下来了吗？是吧？我看你俩出这个门儿就是漫画似的那种踹开的。对，太开心了，我们这次回来真的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是的，因为有这么多漫才我们的好朋友，包括那个建国和雪琴两位老师，然后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老大哥肉食动物，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好朋友安全区口已经在待用区了，特别开心。我们今年节目有4组漫才，好像我记得你们没有什么节目有过4组漫才。哦，太喜欢了，真的有自己特别鲜明的风格。你们俩在一起，1+1大于2，非常完美的。谢谢。鲁豫老师说你2，说咱俩2，说咱俩2。然后每一个人物最后能够回来连在一起，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我非常喜欢这一段。一开始我认为我可能会不会进不去，因为它不是我最熟悉的电影跟人物，但是活灵活现。我准备再重新去看一遍《哈利波特》。哇，谢谢。漫才确实是它挺难的，既要考编的能力、说的能力，而且还有表演能力。漫才在整体来说算是一个相对小的一个种类，所以说真的是希望就是说题材。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叫张无为，然后是一名短剧演员啊，短剧演员。我发现现在很多人都在吐槽短剧。我朋友说张无为，看完你演的短剧，我要尬死了。我说你要尬死了，你只是看。我演完第1集已经尬死了，死也没用，第2集重生了。上部戏演个是个霸总，导演总让我做一些很浮夸的动作，在那部戏里面，我接电话全程一个姿势，朋友们，拿那个手机杵在太阳穴上，说话女人。摁完一部戏，鬓角都斑秃了，生活中都改不掉。外卖来了，我说说话女人，放门口吧，谢谢。不仅动作尬，台词更尬。我最爱说2个字，有趣。什么都能引起我的兴趣。感觉我这个霸总是个 I 人，人格 INST，interesting。演的时候不理解这个角色很割裂，一边演我一边扪心自问，我说为什么？为什么我这么有钱，但没见过世面？女主就骑辆自行车，我看着她，我说有趣。谁允许你把这种平民的东西骑进我的庄园？台词很装，内心很难受。因为我平时就骑自行车，演尬剧就算了，制作公司还跑路了，没给钱。我还挺喜欢我上部剧的人设，我演的是京城4少之一，顾氏集团顾云琛。顾少哦，拿不到尾款。其他3少都没拿到，我们京城4少身家100亿，现在联合讨薪，想起诉公司没用，4个霸总没有1个懂劳动法，哥几个想一晚上一招没想到，只是一味的扶额苦笑。4少异口同声，有趣。不仅有很多人吐槽短剧，很多人更看不起短剧，觉得我们短剧很 low。我是科班毕业的演员，我大学表演老师就看不上短剧，他有条艺术鄙视链。朋友们，我们老师在朋友圈只给演话剧的点赞，短剧从来不点赞，已经很好了。他知道我说脱口秀，给我拉黑了。他希望我们毕业之后都去演话剧，但话剧不挣钱。我们班同学现在都在演短剧。去年我们一起回母校看望老师，老师看着一屋子的霸总，
光京城4少就有8个。给他送副锦旗祝老师桃李满天下，更难受。大学4年，他以为教出来学生是桃李，没想到是红果。开灯了，有趣。跟着拍了，你成功引起我的注意。老师很失望地看着我们，你们那个短剧演得太浮夸了。我是这么教你们表演的吗？说句公道话，不是。老师教我们的是话剧表演，更浮夸。我们大学4年学了4年的话剧，所有同学生活中带股话剧范儿。有一次上着课的时候，一对小情侣吵架了，女的骂那个男的，她说：“你个男的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呀？”她男朋友本来都要走了，听完这句话之后，你说我小心眼儿？我小心眼儿？我的上帝！哎呀，这一段我鼓足了勇气，比演短剧都尴尬。离开母校的时候，老师说：“同学们，以后还是少拍点短剧吧。”我听进去了，我今年就没有再拍短剧了。今年 AI 短剧出来了，我失业了。我觉得我们短剧会继续火下去，因为人们需要短剧来提供情绪价值。朋友们，在短剧里面，无论你经历了怎样的挫折、怎样的困难，这一切都只是你逆袭的前奏。我现在生活中也带着这种思维。今天录制的时候啊，我们发起了演员内部投票，总共60组选手，我是第60名，倒数第1。大家都不太看好我，但是我不难过。朋友们，这是什么？这是天崩开局。我是演短剧的，我太熟了。我当时看倒数第1，我说稳了。我看到的不是倒数第1，我看到是我的爽文正在开机。我说 action。真的，本来很悲观，一下心态就转变了。什么待定区、晋级区，都是我顾云琛的舒适区。今年是喜丹录制的第3年，我说3年之期已到。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很极限，这个结局是我前天晚上写完之后发给导演。导演说：“吴为啊，你这个段子显你这人小心眼儿。”我说：“你说我小心眼儿？”我的上帝，我不是小心眼儿，我只想在这么大舞台上告诉那些现在过得不好的朋友，现在一切都只是铺垫。想告诉那些正在遇见困难的朋友，你要相信自己是爽文的主角。最后，我想告诉短剧老板，把尾款给我结了。你触犯了我的逆鳞。欢迎各位。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一个线下非常不知名的小演员。我之前也上过电视，我上过一档主持人职场综艺，叫《令人心动的 offer》。对，你们回去看就好了。我在这个节目里面表现突出，我是这个节目播到目前为止全国选的10个主持人实习生中的第1名。对，被淘汰的选手。也就是说，你们今天回去要是想看我的抽象表现，你们别开会员，第1期免费看。
我走的真的非常的快，各位，我总结了几点原因。第一点原因就是我完全没法做那种非常稳重端庄的主持人，因为我从小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前额叶发育疾病，叫 ADHD， 也就是多动症。但我跟那些多动症不太一样，我是只要情绪一激动或者紧张，我就忍不住眉飞色舞。我大学的时候我就是学播音主持的，那个时候我大学老师让我播新闻。让我播那个新闻，我每读一个重音，我就挑一下眉毛，所以就导致严肃的时政新闻都被我读得异常的猥琐。我大学读新闻，我原样我是这么读的：近日，美国和欧盟爆发了新一轮的贸易冲突。你听我读，你感觉贸易战是我挑起来的。哦。我真的从小就说我什么，大家都说我什么面相猥琐不像好人。各位，我只是有病，我控制不住我的中庭，我就是一个典型的东亚小孩，无法逃离原生中庭对我造成的伤害。这是我被淘汰的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是因为节目组他给我一个实习生安排的任务是让我采访一位明星，那个明星的名字叫易立竞。我当时看着手上易立竞那3个字，我说是我采访他还是他采访我？我跟你们讲，就在我淘汰后，有一条营销号写的标题原文，他写的还不叫刘奎采访易立竞，那条营销号写的叫刘奎选择挑战易立竞。刘奎挑战易立竞，你们见过垂杨柳倒拔鲁智深吗？各位，我当时太紧张了，所以就导致我当时动作完全变形。导致我当时每说一句话，我就对着正前方的易立竞老师挑一下眉毛。所以你们回去看，导致我在那个节目里的每一句话、每一个问题，我都不像在采访易立竞，像在挑逗易立竞。我当时全程是这么说话的，我当时就对着正前方易立竞老师，我还得保持一个礼貌的微笑，所以我全程说：“老师，您对我采访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我回头看那个视频了，各位，我不像采访者，我像旁边西餐厅的相亲男，拿着红酒杯在那，小易呀。你觉得我怎么样？各位，你们现在都笑了，易立竞懵。那易立竞他只见过披荆斩棘的哥哥，他哪儿见过挤眉弄眼的弟弟？我的中庭有3关，我只控制住了我的眉毛，我的另外2关像鸟一样乱飞，尤其是我的眼珠，我当时像一只捷克狼犬在寻觅猎物，我在舞台上的原样是这样。易立竞老师就在我对面跟着我的眼珠，感觉被我传染 ADHD 了。而且我这个病叫注意力缺陷，什么意思？我大脑有时候会因为过于紧张，我突然开始放空发呆。所以我当时正在跟易立竞说话，我说着说着，我突然盯住他身后的一块空地，我开始发呆长达5秒不动。当时易立竞害怕，因为台上只有我们2个人。我一直看着他身后，因为台上有2个脏东西，一个是我，一个在易立竞身后。但他不敢回头。你们想一下，易立竞采访了20-30年，他见过无数的神经病，他还没见过鬼。我一直朝他身后挤眉弄眼，你感觉新闻没播完，人鬼情未了，你感觉就那个时候，易立竞就痛恨自己不是吴京，因为吴京可以随手的，吴京可以在，我见过鬼，你见过吗？对吧？那吴京可以。那易立竞不行，那易立竞是没有后视镜的，我就想赶紧结束这场访谈，太尴尬了，茶也凉了，我也累了，易立竞也碎了。我就想赶紧结束，就立马站起来跟直播间的导播我说：“老师，就录到这儿，我结束了。”导播先我一步站起来，说了一句我这辈子都难以忘记的话。导播站起来说：“啊，刘奎，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录？”各位，我3年没接触主播台了。我从进门那一刻开始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喊开机。也就是说，刚刚30分钟，什么都没有，纯调戏。
我们当时3个人心里各有各的想法，导播心想还没开始吗？我说我已经结束了。伊丽静心想，我当时把伊丽静老师逼到他开始坐下来反问我问题。伊丽静坐下来问我说：“刘奎，你是学这个专业的吗？有考虑过转行吗？你能看着我说话吗？”各位，我的采访真的太有感染力了，我甚至感染了整个观察室跟导播间。当时的导师席的老师，有一位老师的名字叫鲁豫。鲁豫老师拿着手上的板子说：“刘奎，我是要首先淘汰的。”你们3位老师有意见吗？3个老师跟被我传染一样，没有。各位，真的是我走得太快了，网友们看了我的表现，都来网上拥抱我，就是拥过来网暴我，给我取名叫我什么眉毛哥、眉飞色舞哥，说我什么眼球突出甲亢，说我有那个鸟类综合症，说还有那种网友说刘奎，你其实特别适合当演员啊，因为你面相狡诈。特别适合演咱们古装剧里面的太监，就是我有一计，我就，妈的声音太多了，各位，我完全看不下去，因为我有严重的注意力缺陷，我完全。但各位你们放心，今天我还站在这，就说明我完全没事。因为当时我下了这个节目被网暴完之后，我立马花3个月的时间，用这段故事和网暴的经历写了一个专场出来全国巡演。我现在每走过一个地方，每走过一个城市，每走一个录播间，你们这220个人，我看到之后，我都知道，我在你们的心里，只要演完，我不是那个采访伊丽静的变态，我是一个纯粹的喜剧演员，我正带着伊丽静老师全国巡演，我现在。我完全无所谓，网上说我声音，我线下的观众都很喜欢我，都说刘奎这个人没毛病，都说我没毛病。我现在完全无所谓。有很多观众不喜欢我，看了我的表现，说刘奎你从头到尾眉飞色舞，你这是脱口秀吗？我说没关系，您过来，我没有办法挑飞我。我现在就做自己。我想好了，今天采访完之后，演完这一段，鲁豫老师问我说：“刘奎，咱们俩约个访谈。”我说：“对不起，鲁豫，有约了。”完全无所谓。我就是这样。我现在看到爱奇艺，你们看这边是不是有几家摄像头，对吧？这些摄像头配拍我吗？爱奇艺，你们得换成运动相机，不然抓不到我的幽默瞬间，你抓不到，完全无所谓。说我流很多汗，说我今天把汗甩第一排观众嘴里。各位，你们要是不喜欢我，这就是我的汗水；你们要是喜欢我，这就是我给你们全场的饭撒。这就是我的喜剧。不是累了，是我的演出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想问各位一句，你们喜欢我的风格吗？喜欢。我拿到属于我的 offer 了，谢谢你们。